是司马赴春江，春江月夜50里，斯时不见醉人庄。天目山烟江，紫岭潭云香。青山岁岁苍碧，绿水寸寸听过，流去千年依旧好。人间无处生春天。就是你，约我来这黑不隆咚的地方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本来是要吓唬吓唬你的。看我被别人欺负，你是不是特别痛快？没有啊，就是有那么一点点开心。你借这2个混蛋的手来报复我，你还是不是男人啊？是我救了你。如果我没出现的话，这俩人怎么着你？后果不堪设想吧。说实话，我也挺佩服你的，被俩歹徒压住了，还能够条理清晰地剖析他们的作案动机和后果，可以。你在那儿看了多久啊？你还是不是人啊？别生气，这会儿不是没事吗？说吧，找我干什么？我是想问问你，为什么非要跟你爸作对呢？这事儿啊，对啊，许吉祥找你来的。不是啊，我觉得你爸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人，他有正义感，有勇气，又讲道理。咱俩说的不是一人。你要是跟我说这事儿的话，我没兴趣。哎，不是啊，我没有要求你们和好的意思，这是你们的家事，我管不了。我只是觉得许厂长帮过我，所以我想跟你聊一聊，是不是有别的办法来解决你们父子之间的冲突呢？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只有拆和不拆2个结果。那你要是不领情，那就算了。干嘛呢？我把行车记录仪拿下来啊。把卡给他就行了。卡在哪儿呢？哎，那个不是啊。哎，你还说你不是说客？不是，我没有答应你。还说你不是说客？不是，我没答应你，看看后面吗？律师靠得住，母猪会上树。够了。哎，你们律师嘴里是不是没有真话呀？假话也得当成真话来说，你们的良心才不会痛。这样的话，才可以吃完原告吃被告。你说什么呢？被告现在被你们搞定了。哎，不对，是吃完被告吃原告，被告躺着被你们搞定了，许其强也被你们搞定了，成了原告。这么说没错吧？忘恩负义，恩将仇报。你呀，我就不该救。你才是不知好歹呢！真是又蠢又顽固。许家父，我在帮你啊！你好，小孟律师，有事吗？许厂长，下午去找你，有事跟你说。好，那下午见。小孟律师，许厂长，咱们去办公室谈吧。哦，不了，我说完就走。好，我来呢是想听听您拒绝动迁的真正原因。如果想让我做您的法律顾问，就必须告诉我这个原因。小孟律师，你感觉我是个贪财的人吗？不是。谢谢。
你看到烟草上的字了吗？嗯。其实，它不仅仅是一个商品，在我心里啊，它是一面旗帜。当年我的老连长带领我们攻下了敌人的阵地，紧接着就是拼死抵抗，顶住了敌人几10次的反攻，战斗很惨烈。最终，老连长在牺牲之前把军旗交给了我，他对我说：“只要还有一口气，军旗就不能倒下，因为旗在，阵地就在。”其实我是想说，富春一张纸，10万从业人，在我心里，这张富春纸就是富春经济腾飞的一面旗帜。我不想让它倒下。可是政府腾退造纸厂，并不是要停止发展经济，而是去转型，去发展更好的经济。发展更好的经济，也不应该丢掉原有好的经济啊。我们可以把造纸厂升级改造啊。如果所有的造纸厂都能达到我们的标准，那整个造纸行业不就都符合环保标准了吗？退一步讲，至少给我们机会，让我们试试吧。GDP 呢，一直是政府很看重的一个指标。在这个时候，政府可以牺牲掉 GDP， 说明他们一定是经过了很慎重的考虑。所以我想，他们下这个决定，应该也很痛苦吧？那这10万从业者呢？他们不痛苦吗？还有他们背后的家庭。我们的造纸厂发展到今天，那是经历了多少困苦和磨难的。有很多人是因此而倾家荡产，更有人丢掉了性命。难道我们的付出不应该受到尊重吗？是。我许吉祥是个老党员，按理说应该支持政府的工作，但是心里这道坎我过不去。我如果脱离了这个阵地，等于抛弃了跟随我这么多年的兄弟们，我就当了逃兵啊。我只有挣到更多的钱，关厂的时候让他们拿到更多的安置费，我才会觉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。所以您拒绝动迁的真正原因，是为了让大家拿到更多的安置费。仅此而已。好，我答应做您的法律顾问。为什么？第一，您的责任感，您的悲悯情怀打动了我。第二，我就是要治那个许家富。那咱们怎么干呢？许家富现在干的是政府业务，如果想要治他，就必须要冒险，而这带来的后果可能会压得您喘不过气来。您愿意吗？成交。要告政府，必须是严重违规行为才行。可1天下来，没什么漏洞呀。你跟我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，简单的事情我什么时候做过？哎，小木律师啊，嗯，我想起个事来。半个月前我们厂停过一次电，很蹊跷，这不正常啊，这里面会不会有问题啊？你赶紧去查一下，是人为的还是意外的。如果李金喜的公司真的串通供电公司擅自停电，那就是严重的违规。好。告政府，法院会不会立案啊？如果证据确凿，法院必须立案。就算是立了案，恐怕审理周期也会很长啊。我就是要拖呀。您的目的不就是多挣点钱，发安置费吗？那现在政府给出的评估标准和政策性补偿都在合理范围内，不可能更高。获得更高回报的唯一途径就是时间。对呀。现在纸都涨价了，如果能再拖上3个月，那赚的钱就够了。许家富可是立过军令状的，10天拆不了他就滚蛋。这样法院一立案，他就走定了。这孟玉春已经拿到证据了。下午就要向法院提交诉讼了，这一立案，咱们的动迁就得停下来。哎呀，这刚有点起色，这一下又全完了。孟愚蠢的孟愚蠢，为了钱出卖灵魂，把我精心策划的这么一盘棋给搅和了。你等着。
孟雨春，我救了你的命，你却忘恩负义，你怎么想的？别跟我扯这些没用的，你就等着停工滚蛋吧。你是拿别人的幸福在发泄个人情绪，你知道后果吗？啊？我问你呢。后果就是你因为自以为是而滚蛋。当初我想帮你解决你和许厂长之间的矛盾，但你不仅不知道感激，反而侮辱我。行，那我给你道歉成吗？如果我道歉的话，你能不能撤回起诉？如果你肯告诉我你非要跟许厂长对着干的真实原因，或许我会考虑。真的？这边是我们小时候来玩最多的地方。我小时候也来过这里。啊？你什么时候来过？9岁那年。我们小时候这片江水可干净了，都可以直接喝。那时候丰年书还是靠捕鱼为生，米一做的豆腐就是用的江水。可自从有了造纸厂之后，丰年书的鱼再也没有人吃了。米一做豆腐用了自来水，你闻见这股味儿了吗？就是这股味儿毁了一切现在美好的东西。我一定要拆造纸厂，因为我要把过去那些美好的东西找回来。我还不信了，没有造纸厂就不能赚钱？哎，你是一个律师，律师的天职不就是维护正义吗？律师最大的正义是维护委托人的权益。是，这点我也同意。但是你能不能替更多人的权益着想啊？为什么要助纣为虐呢？你怎么知道许厂长他的坚持不是为了更多人的权益呢？他是为了他自己，他觉得他自己做的都是对的。很明显，你对你爸有成见，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报复他。难道你不是在报复我吗？我承认，你敢承认吗？行了，不想跟你说这些，你就告诉我，怎么着你才能撤诉？跪下，向我道歉，我就让你爸撤诉。你想什么呢？不同意啊？那法院见吧。哎，等等。求婚？孟雨春，撕你的伞，骂你，我不对，对不起，别生气了啊。谁让你站起来了？我说过原谅你了吗？你到底想怎么样啊？你必须要让我感受到最大的诚意啊！尊敬的孟雨春大律师，我许家富向你表示最诚恳的歉意。我对我自己的所作所为对你造成的伤害，表示内疚跟自责，请您看在许家大塘村的面子上，就饶了我吧。对不起，孟律师。许家富，你真是没有骨气，斗不过女人就出卖自己的尊严，我最看不上你这种怂人。行，只要你能够撤诉，骂我什么都行。撤诉啊？做梦吧！你就等着输吧。哇！孟雨春，你给我等着！高跟鞋一会儿就断了。看来是求婚不成啊。嗨，你好，我叫曹不拘，英文名字 John。你好 ，John。哎，稍等一下，稍等一下。你看啊，我一见到你啊，就觉得你是一个特别睿智的女孩，而且你马上能 get 到我的幽默感。这是什么？这叫默契，也是你们女孩子爱说的那种缘分。你确定你知道这样的另一层意思吗？另一层 ，John 嘛，约翰，一个非常经典的名字，它贯穿了我整个童年，还将贯穿你的一生。那你倒是要给我解释一下，它是怎么贯穿我整个一生的呢？因为它还有另外一层意思，就是抽水马桶。麻烦让一下。哎呀，我说。你长得真好看，谢谢。但是每个人都会有缺点，对吧？
你叫孟玉春，孟玉春，孟玉春，听起来就像是孟愚蠢，孟愚蠢，孟愚蠢。你说谁愚蠢？当然，我并不是这个意思，肯定不是你理解的那意思。让我上车，我给你解。我说，孟律师，是我嘴贱，我跟你道，那个许家富是我发小，我特别烦他，而且最讨厌他那一股不可一世的嘴脸。你说你跟许家富是发小？对啊。那他的事儿你都知道吗？他不知道的，我也都知道。上车。走喽。郑书记，能不能想想办法跟法院打个招呼，让他们不要接受许吉祥的诉讼？那怎么行啊？干预司法公正是违反纪律和法律的事情。可是如果行政诉讼一旦被法院受理了，那动迁可就要停止了，我立的军令状肯定完成不了啊。你先不要管军令状的事情，动迁的工作你继续进行。我这还有事儿，先这样。上次停电的事情，你记得答应过我，是一次交通意外。为什么现在人家提交的证据显示是人为故意破坏的？这可能是上一个动迁组长干的事儿，我也不清楚。就算你们说是真的，可老百姓怎么想？他们会认为我们一面在宣扬文明动迁，一面在私底下搞小动作。你们虽然是一家民营公司，但必须要以公务人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，否则以后哪个单位敢跟你们合作？你们这不仅是在毁坏政府的形象，还在断你们自己的后路。郑书记，我向您保证，下次一定不会这样了。你必须尽快把停电的事情给我查清楚，尽快向我汇报。好，书记。小山，你有没有办法能够给我弄到吉祥造纸厂的客户名单啊？你要名单干嘛？我也是没招了。我想给客户打电话，就说造纸厂要动迁了，接下来没法接单，让他们换家。这事我办不了。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，就是真的干不了。到底为什么？怎么干不了了？哥，阿爸找我谈话了，他说如果我再帮你的话，他就不要我了。他不要你，我要你，阿妈要你。不是哥，这事不一样，你不懂的。反正我就是没法帮你。我不懂，你说了我不就懂了吗？我就这么说吧，如果阿爸不要我了，那他就是一个人了。那万一他跟阿妈离婚了，你肯定不要他了。那到时候连个照顾他的人都没有了。还挺孝顺的。哎，当年你就是因为这个不肯跟我进城上学啊？要是我跟你都走了，就阿爸一个人在这儿，得多孤单呀！烦死我了。行了，你都这么说了，我也没法为难你，再想办法吧。哥，我还有个事儿跟你商量。嗯？能不能别在我这办公了？不是，阿爸看到的话，他会误会我。你赶我走啊？不是，我不是赶你走，我就是说，你能不能，我就是让你，不，怎么说呢？就是，哎呀，你明白的，我。小富，我回来了，你们在哪儿？阿妈怎么回来了？啊，阿妈这个时候回来，她不会是要跟阿爸离婚吧？不会吧？不会现在这个时候，以许吉祥的脾气，阿妈的情绪，两人见面肯定是大吵一架呀。说不定一激动就真把这个婚给离了。那怎么办呢？快点儿，回去看一眼。行了吧？你签什么了？你签的什么呀？走开！许吉祥签字了。这日子呀，真没法过了。
啊，你这么大的身份人不跟我商量一下啊？我不说，到时候一定让徐吉祥把厂给关了吗？他就能回来陪您过日子了。那以前我们家就散了。啊，咱们家真不能散了啊！哎呀，散了好，各过各的。我受够了。是觉得没头绪。城里的房产证找不到了，我呢要补办一本新证，房产局的呢要求你爸也到场，他有事去不了，我就让他签委托协议书，结果他张嘴就骂我，不就一本证吗？干嘛发这么大火？阿爸他这个脾气你也知道的，他最近心情不好，他厂子关了就好了啊。不用劝了，我受够了。房产证没丢，在我这儿呢。什么？你怎么不早告诉我？你拿房产证干什么？我把房子给抵押了。啊！你瞎折腾什么呀？你拿房产证干什么呀？办正事儿，真的是办正事儿。啊，你放心，我一定让徐一祥回来，跟你好好过日子。小木律师，是不是法院那边有消息了？去安监局的人要来厂里检查，你赶紧做好准备。安监局？他们来干什么？肯定是许家福捣的鬼。这个小兔崽子！等我厂长来，你再封行吗？哎呀，你肯定搞错了。签下字，签下字。哎呀，这个，好吧。哎呀，你看看，你看，哎呀，哎，我们厂长来了。同志，你为什么要封我这原料库啊？你们的单据上写的是生活类废纸，可我们检查中发现，有一部分医疗化工类废纸，这类废纸必须要有检疫合格手续，可你们没有。那你可以封那一部分呐，其他的我还能用啊。不行，如果这些废纸存在有毒有害物质，很有可能已经扩散，所以这库里的所有废纸暂时都不能使用。不是你这么封我就得停产了，你知道我停产一天损失多大呀？我完不成合同，我得双倍赔钱啊！对不起，这是我们执法的标准程序。哎，你这不是要我老命吗你啊？喂，许家富，是不是又是你跟安监局举报我的？什么？什么安监局？我听不懂啊！你说你拆了我的厂，对你有什么好处啊？我跟你说啊，他是个人利益，耽误国家发展。这个厂子咱们一定要给它拆了，如果不拆的话，全村的经济发展都会受到限制，所有人都是受害者。他这个人就是自私，厂子必须得拆。你是在砸全村人的饭碗，你知道吗？
你让他们以后怎么生活？你以为全天下只有你的造纸厂发工资啊？全世界只有造纸厂这个行业赚钱啊？你这种污染环境的饭碗早就该砸了。我就问你，拆了以后他们怎么活？他们怎么活？有那么多工作，都可以赚钱啊！那么多工作，你做好了几件？啊？这几年你开了3家店，最长的一个不到1年就关门了，对不对？就你这种除了败家就只会吹牛的蠢货，也配对我指手画脚？那也比毁了子孙万代环境，一心只为了赚钱的大厂长强。这造孽呢！你给我站住！你给我站住！看他们父子俩打来打去。站准了！来，别跑！来！有本事你别跑！我没动啊。那有本事你别动！我没动啊。来啊！小兔崽子，让你跑啊！哎呀，下脚这么狠！再跑啊！哎，又怎么了？厂长，税务局的人来查账，说有人举报厂里偷税漏税。什么？徐家富，啊？税务局的人是不是你找的？税务局？我不知道啊。你们这站着别动，老子今天必须把你拿下！你给我站住！站住！我安排了1名税务律师去你厂里，税务局查什么呢？你都要配合，但是你不要自己出面，所有的事情交给这个税务律师去处理。那先这样，再见。小曹，你看，一般的父子俩闹矛盾，无非就是吵吵架、冷战什么的。但像许家富这样拼了命的要拆自己家的厂，还真是没听说过。这个事儿啊，说来话长。我有时间。这么跟你讲吧，许家富呢，一种特殊的撒娇方式。撒娇？你看啊，他就是想向他爸证明，小富是有本事的，希望他爸把重心呢关注他，关注他妈，多关注这个家庭。啊，所以他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许厂长的爱。他们俩这样多久了？小富进城上学开始吧，一回村，这父子俩就干仗。你也看见过是吧？这吉祥阿伯追着小富那是满村的打。我这么跟你说啊，小富的学校到现在为止，1500米的记录还是小富。那他妈也不拦着。说到陈燕姨呢，她就是小富要拆厂的导火索。哎，同志，这边登记一下。同志，得登记。同志，这边得登记。同志，许厂长，来，请坐，请坐。我能进了吗？许厂长，郑书记，今天安监局跟税务局先后到我们厂突击检查，这不正常啊！这就是你们的文明动迁、依法动迁。许厂长，来，坐下来慢慢说。我坐不下，郑书记，把我的原料库封了，我这直接损失、间接损失多大，你知道吗？我想知道，就是我这损失有人承担吗？有人负责吗？许厂长，在你来之前，中午检疫局已经出了初步化验结果，废纸里确实存在有毒有害物质。你看看，这么快结果就出来了，
这明显就是许家父串通好的呀，逼着我签字的呀。那检疫局知道时间对于一个企业的重要性啊，所以他们以最快的速度出了这个结果。难道你希望等个3、5天再出结果呀？来，请坐。许省长，你办企业多年，应该知道安全生产的重要性。即使废纸里没有被查出有毒有害物质，你们也应该理解与支持安全生产的检查。郑书记，我就直说吧。许家父要是没有您郑书记的尚方宝剑，他不敢这么折腾。这明摆着就是报复行为。停工的根本原因还是因为你们自身的工作失误，在这点上，安监局的检查绝对是正确的。打铁还得需要自身硬的。许省长，你知道我最害怕听到什么声音吗？什么声音？我最害怕听到的就是消防车的声音。我们区一共有400多家造纸厂，火灾对于造纸厂来说那就是灭顶之灾呀。每当我听到这个消防车的声音啊，我就想起3年前那场大火，那家造纸厂被烧的是一点不剩啊。起火的原因就是因为一个无证上岗的焊工违规操作造成的。如果当年有人举报，安监局到现场查出了这个无证的工人，那么这场大火就可以避免，老板的损失也能挽回。许厂长，你告诉我，安监局的检查是对还是不对？郑书记，我想恳请您到我们厂里走一趟，行吗？郑书记，这小呲溜还做得惯吧？你管这叫啥？小呲溜啊！这油门一拧，呲溜就走了。你这个小呲溜比喻的还挺形象啊！哎呀，我上班啊也骑这个小呲溜。是吗？哎，你们不是有配车的吗？这个小呲溜啊，又经济又环保高效，很像现在中国乡村的发展方向啊，在环保的前提下实现经济高效发展，您说是吗？嗯，这倒是。许厂长，这位保安的经理非常标准啊，看得出许厂长管理有方。这小子是特种部队复员的哦，就在几个小时前呢，就因为我进门忘了下车，把我给拦住了。是吧？这让我想起了列宁与卫兵的故事。我们厂每个部门的管理都是一样的，纪律严明，执行到位。郑书记，我带你来就是想让你看看，我这样的厂该不该管。哎，怎么样，郑书记？作为造纸厂来说，我们的生产车间够整洁的吧？你再闻闻车间的气味，在造纸厂里边应该算是最好的了吧？我们这个车间呢，当初就是一排砖瓦房的库房，扩建过2次了。第一次呢，正好赶上这个冬季，为了这个节省钱呢，这个基础工作都是我们自己做的。啊，许厂长。哎，好。啊，大家顶着风雪啊，日夜奋战，啊，每天呢也就睡个3、4个小时，啊，最终呢把钱省下来了，而且啊还克服了各种困难，硬是把工期提前了半个月。啊，当初我们厂啊，一共有13个退伍军人，其中有5个是我战友，是在战场上经历过生死考验的那种。其中有一个老丁啊，他每天来的比谁都早，走的比谁都晚，因为他太热爱这个厂了。他没牺牲在战场上，却牺牲在了我们厂的面浆池，那就是老丁。他其实很热爱这份工作，每天来的比谁都早，
走得比谁都晚。当初他曾经说过，有一天，他也要回到家乡，办一个造纸厂，带领他家乡的父老致富。我把他放在这里啊，就是让他每天都能看到我们。富春的发展，他们都是功臣。咱们那边看看吧。这边就是原料库，都是原料。那边是面浆池。郑书记啊，我们看到干活的那个人，大家都叫他阿宽，是个残疾人。你别看他腿脚不利落，工作量不比任何人差。因为他知道，如果跟不上趟的话，意味着什么。我这个厂跟他这份工作，是他们一家人的生活支柱。像这样的残疾人，我们厂还有13个。郑书记啊，如果我这个厂没了，我真不知道这些没有就业能力的人该怎么办。我真不是要抗拒动迁，我只是希望能推迟1年，哪怕是半年再动迁，让我多挣点钱，让他们多分一些安置费。我当初创业建这个厂的时候，真不是想自己发财。可是你说全村700多口人，一共才300多亩地，拿什么提高啊？我砸锅卖铁建了这个厂，一干就是20年。人这一辈子有几个20年呢？你们要拆的是我们半辈子的心血。徐厂长，您的个人经历和作为一个村书记的责任感，让我由衷的敬佩。您发展经济的初心也是完全正确的，就像发展经济是我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一样。但是发展经济必须统一有序，不能各自为战，必须服从国家高度的发展战略。难道我考虑工人的利益，就不符合国家发展高度了？发展经济不能以破坏自然规律为代价，只有尊重自然，依靠自然，才能更好的、更持久的发展经济。靠山吃山，不是说要把山上的树砍光，而是要尊重自然，保护环境。只有青山绿水更长久，金山银山才能用不完。问题是我们厂已经花了大量的人力、物力、财力来改造，已经很环保了。你们完全可以先拆那些没达标、污染严重的厂啊，为什么一定要一刀切呢？这得造成多大的浪费跟牺牲？现在全国的环境整治在高速发展，能早1小时，哪怕是1分钟，完成绿色新经济的转型，都会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。您带过兵、打过仗，您应该了解服从大局的重大意义。黄公望的《富春山居图》，是我们富春区走向世界的一张名片，也为新绿色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方向。尽快还原《富春山居图》中的青山绿水，是进入永续发展轨道的首要条件呐。在这场新时代的革命中，你是想成为那个攻坚战士，还是那个拖后腿的兵？阿妈，您真要跟阿爸离婚啊？小山，你不用担心啊，离了婚，你还是我儿子，跟以前一样啊。那怎么能一样呢？以前我的家就散过，是您跟阿爸好不容易才把这个家重新聚起来的，这回真的不能再散了。您就说有什么办法可以让您不跟阿爸离婚，我什么都干。离了婚，你阿爸可以全心全意地干他事业，这个家没他可以。那个厂，那个许家大汤没他不行。你长大了，你应该明白，谁离开谁都能活的，是不是？真是的啊。
快回去吧，路上开车小心。阿妈，我送你。我自己来。没事没事，阿妈我可以的，你开车慢点啊。许家富拆厂的根本原因，为什么是因为他妈妈呀？因为他妈跟他爸闹离婚呢。就这个事？那说来个话长了。我有时间。那你也吃啊？哎，许厂长，是我，是这样的，许家富坚持要拆厂的原因，是因为你太太要跟你离婚。怎么可能啊？你听谁说的？曹部居都告诉我了。结婚30周年那天，你是不是忘了回家吃饭？30。哦，有这么回事。那天我是因为请客户吃饭喝多了，忘了回去了。那他也不至于就跟我离婚呢。这只是一个导火索。我建议啊，你马上去找你太太，跟她解释清楚。你就跟她说你很在乎她，很想她，很爱她，就类似于这样的话，让她打消离婚的念头。只要她跟许家富说她不离婚了，那许家富就不会有这么多的执念了。春燕，春燕。什么事啊？你在哪里啊？客户家。你还做上生意了？我缺你吃了还是少你穿了呀？啊？再说你这么晚了，你跑出去做的哪门子生意啊？山峦绵渺，水托红桥，浮绕江南，醉梦多少？风若丝线，雨声渐悄，春色烟云，轻一笑。长夏宁静，令东风高，山中田园，故土难老。深秋多情，梦春来早。举身故乡，与世为道。像枝头绽放的凌霄，天龙间千年酒一泡。绿水青山，何须寂寥？祖先的风度可以笑傲。借一点嗜好，绘出壮美好明朝。嘿，像枝头绽放的凌霄，天龙间千年酒一泡。绿水青山，何须寂寥？祖先的风度可以笑傲。